还有我们准备的汽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全都被换成了水。临时临急的也无法弄到大量的汽油。凤月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，贴在耳边的手机慢慢的被他拿下来。他意识到今晚栽了的人只有他。他死死地瞪着商太太等人，想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做到的。他们在今晚之前都没有露过面，就是今晚露了面，也是在院子里闲逛，也就是跟他打了打嘴仗，嘴仗打得都不够激烈呢。凤月意识到真正中圈套的人原来是他自己。商太太们来了那么多人，是给他一个假象，让他以为自己可以将他们一锅端了。谁知道人家是挖了坑，等着他自己往里面跳。他怎么办？警察都来了，他和老杜是不能善了的。就这样什么都没有做到，未能与这些人同归于尽。他不甘心呀。凤月的视线在众人的脸上掠过，最后定在海玲的身上。他上前2步，站在海玲的跟前，然后冲着海玲缓缓地扯出一抹笑。随即他快速地伸手抓住了海玲的手臂，想将海玲拉过来。对面的人只有海玲不会拳脚功夫，反应没有那么快。他朝海玲下手，成功率最高。谁知道站在海玲身边的程玲玲速度比凤月还快。凤月刚抓住海玲的手臂，程玲玲就抓住了海玲的另一边手臂，用力一拉扯，海玲被他拉扯回来。眼见失败了，凤月随手又是一抓。这一次抓到的是凤氏家族的一个女人，他顾不得对方是谁，抓一个人是当人质的。随即他掏出了刚才上楼拿到的手枪，一手勒着人质的脖子，一手持枪指着人质的脑袋。他这一连串的动作一气呵成，众人立即想上前。他暴喝一声：“你们都给我退后，谁敢过来，我就打爆他的头！”妈！凤晴叫着：“妈！”郑一帆兄弟3个也跟着叫了一声。他们不敢相信母亲身上竟然藏着一把枪，也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将枪带在身上的。他们更想不明白，好端端的母亲怎么突然就掏枪劫持别人当人质？刚刚母亲接的电话是谁打来的？是什么事让母亲突然走上这一步？警察刚来呢，当着警察的面劫持人质，这是母亲不想活了。原来你真藏有枪，杜先生家里也有藏枪吧？为首的警察沉声说道：“凤女士，你是跑不掉的，我劝你最好就是放开人质，放下枪，束手就擒。他们带了那么多人过来。”凤月像是听不到他们说的话，边呵斥着大家后退，边质问着商太太、凤莹：“你们是怎么做的？后退，你们都往后退，谁敢过来，我就一枪打死他！”凤月再次厉声呵斥着。家主被劫挂的女人吓坏了：“闭嘴！”凤月冷冷地呵斥着，否则我打死你！警察连忙让大家退后，免得凤月狗急跳墙，真的伤害了人质。除了商太太等人知道凤月突然铤而走险的原因，其他人都不明白，是因为他们指证凤月承认了害死上一代家主吗？事情过去了几十年，凤月未必会被判死刑，毕竟过去了40、50年。商太太平静的道：“凤月，你今晚是跑不掉的，还有你那个全能助理，我们是怎么做到的？不是告诉你了吗？我中伯的救命恩人可都是几十年前的老前辈，他们有多大本事你不知道？你不会以为只有你策划阴谋，要将我们一锅熟，我们就什么都不做吧？你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，我们同样也盯着你的一举一动。况且你真能完全盯牢我们吗？我们人那么多，你能盯紧谁？他们一行人随便一个人都能救凤月的计划，布置好反攻或者破坏的安排。凤月想一把火烧了凤家大宅，他住不了，就要烧掉，还要将今晚走进大宅的人都烧死。那他们就将杜先生准备的汽油全都换成水。银狐的徒弟还有偷爷可不是吃白饭的，
杜先生新的藏枪之处，偷爷也摸清楚了，才会有警察再次到来。凤月自以为很厉害的阴谋根本就施展不起来。他刚才又当着大家的面承认了是他害死姐妹，那么多的证人，他想跑是跑不掉的。他本就不太好的名声也会变得更加的不好，真正的身败名裂。凤莹，就算我输了，我也不会落入你们手里。商太太说道，我们也不想你落入我手里，我只想你落入警方手里。现在这样最好了。凤月自己掏了枪，还劫持了一个人当人质，他重新犯了罪，都不用他们再千方百计搜集证据，也能将凤月绳之于法。凤月再次命令大家往后退，他劫持着人质往主屋里面退去。妈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妈！凤晴叫喊着。妈，阿晴说的对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你……郑一帆叫喊的话还没有喊完，凤月就一枪打到儿子跟前的地面上，砰一声响，吓得郑一帆差点尿了。所有人都赶紧往后退，生怕凤月的枪口对着他们。闭嘴！凤月呵斥着儿女，都是你们没用，我才会落得今天这样的下场。儿子没用，女儿跟他不是一条心，他没有人帮，不像凤莹身边一大堆帮他的人。凤月，你不要一错再错。费先生说道，家主若是知道你变成这般，他会很痛苦的。凤月只顾着劫持人往屋里退，不想再搭理这些人。郑华，你进来！凤月忽然叫喊着，他不想进去。那个疯女人是想带着他一起去死，他现在是插翅难飞的了，他不用再怕他。郑华不仅不想进去，他还想趁机离开。凤月似是猜到郑华的反应，忽然又举枪朝郑华开枪，匆匆的一枪，距离又有点远了。凤月那一枪没有打死郑华，打中了郑华的右腿，痛得郑华一下子就扑倒在地上。随即他劫着人质快速地躲进了屋里。警察们让大家在后退，他们也不敢贸然冲进屋里去。进屋后的凤月劈晕了人质，免得人质咬他的手腕。凤月拖着人质上楼，直上到楼顶。在楼顶，距离楼下的一堆人距离又退得老远的。他手里的枪射程没那么远，不好再对谁开枪，他只能大声威胁着众人不准进屋，谁靠近屋门口他就开枪。从楼顶朝屋门口开枪还是能射中人的。人质被他劈晕了，他可以腾出手用手机打电话给老杜，吩咐老杜过来救他，不能带着大家一起死。凤月也不想死了，他想逃出去。他有小型的直升飞机，只要老杜开了小型的直飞机过来，就能救他脱离困境。楼下的警察早就打电话给上级，请求支援以及狙击手过来。妈，你放开他，放下枪，妈，求你了，不要再错下去。凤晴不怕死地跑上前几十米远，仰头大声叫喊着，祈求母亲不要再错下，也不要想着逃命，没用的。今晚母亲是插翅难飞。凤月低头瞪着女儿，有一瞬间，他的枪对准楼下的女儿，很想一枪打爆凤晴的头。方瑶紧张地盯着，若是凤月开枪，他就立即护着凤晴，就是付出自己的性命，他都要护凤晴周全。凤月也就是那样想了想，并没有冲动地朝女儿开枪，就算是死，他都还是想护着女儿的。女儿与他不是一条心，那是女儿从小生活的环境不一样，养成的三观自然也不一样。平心而论，凤月都得赞许闺女的三观比她正，但凤晴又不是那种软弱可欺的人，她看似柔弱，实则上是扮猪吃老虎的人。她都曾被女儿骗到，这样的女儿若是打小在她身边长大，得到她的用心栽培，绝对是个很优秀的接班人，能够将凤氏家族发扬光大，重振以前的威风。可惜，不过就算不能接管凤氏家族，以凤晴和方瑶的本事，
他们俩以后也会成就一番大事业的。他凤月做了那么多的错事，人人盼着他死，盼着他输，他在很多方面是输给长姐，唯有凤晴让他没有输。凤晴半点不输于长姐的后人，算得上是一点点的欣慰。他再气再恨都不会真的冲凤晴开枪，不过吓一下还是可以的。在凤晴意欲进屋的时候，凤月朝凤晴脚下开了一枪，吓得方瑶一把搂抱着凤晴往后退，动作太快，两个人还双双倒在地上。海玲和战印本能地冲上前扶起了两个人。海玲拉扯着凤晴往后退，对凤晴说道：“你妈现在穷途末路，疯癫得很，你别贸然进去，她未必会念及母女之情。母女俩相处的时间都不足3年，也没有多少的母女情。特别是凤晴回来后，凤月还是疼爱着凤若，后来才渐渐对凤晴这个亲生女儿上心。海玲是真担心凤月会朝凤晴开枪，凤晴还帮着他们通风报信数次。商太太也伸手拉扯着凤晴到自己身边，对凤晴说道：“海玲说的对，你就不要进去。看他枪口对准你爸的时候，毫不犹豫就对你爸开枪了，他疯了。郑华被打了一枪，早就痛晕过去。郑一帆兄弟3个都吓傻了眼，没想到老母亲竟然朝父亲开枪。瞧见老母亲都会朝凤晴开枪，兄弟3个更不敢上前，怕死老母亲不顾母子之情，也一枪打死他们。他们守在老父亲的旁边，等着急救车到来，好将老父亲送到医院抢救。凤晴红着眼睛，仰头看着站在楼梯栏杆处的母亲，挣脱了商太太的手，她再次跑到人群的前面去，扑通跪下，边叩着头边叫喊着：“妈，求求你，求求你不要再错下去了，妈，女儿不孝是女儿不孝，你要怎么对女儿都可以，求你不要再错下去，妈，你放过人质，你放下枪，你下来好不好？妈，想想大姨对你的恩情，想想这几10年来你的悔意，想想我和3个哥哥，还有你的孙儿女们，妈，回头吧，妈。”凤晴嘶喊着，泪如雨下。她不想母亲一错再错，很努力的想替母赎罪，只是母亲执迷不悟。现在这样，母亲是跑不掉的。她听到警方打电话给上级，请求支援，也会有狙击手过来，到时候母亲只会被狙击手一枪打死。身为女儿，她无法眼睁睁地看着母亲被一枪打死，唯有求着母亲放下屠刀。方瑶陪着凤晴一起跪，看到凤晴那样求着凤月放了人质，放下枪，费先生和商太太也忍不住仰头，大声叫喊着让凤月放了人质，放下枪。费先生说道：“凤月，你看看你女儿，她都跪下来求你了，她的额头都快扣出了血，她才20几岁，都比你看得通透，你还要执迷不悟吗？做错事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做了错事还不承认错误，不愿意承担做错事的后果。凤月，醒悟吧，你放了人质，放下枪，下楼来面对一切后果，才对得起你姐姐养育教养你那么多年。其实你拥有了很多很多的，若你不贪心，你会很幸福。造成今天这样的结局，怪不得任何人，只能怪你自己，你错了，错得离谱，知道吗？”有人拿来了一个巴拉递给费先生，费先生年纪大了，折腾到现在也累了，喊叫了这么多话，他需要休息，便将巴拉递给了战印。战印接过巴拉后，对着楼顶的凤月说道：“凤家主，你不要指望你的助理能助你逃跑了，他已经自身难保，你们的私人直升飞机此刻也是无法再使用，我们早就安排布置好，动用了不少人力物力，就等着将你们困住，束手待擒。你今晚插翅难飞，就算你手里有枪，你枪里还有几颗子弹，你能将我们都打死吗？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，放下枪，放了人质，自己下楼，
说不定还能从轻处理。后面那句话是说说而已。就凤月今晚的所作所为，怎么样也不可能从轻处理的了。警察从战印手里拿过巴拉，也对着凤月劝了一番。他们都有枪，但凤月手里有人质，他们怕伤及人质，不敢贸然攻进去。凤月站在高处，俯视着院子的所有人。战印说的话才是带给他极大的冲击。他的私人直升飞机不能用了吗？老杜今晚既没有办法点火，也无法取到他藏着的一批猎枪，更无法开着直升飞机来接他。他真的自身难保了。是啊，老杜再厉害，他终究是个人，还是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了。他比他还略大几岁的快80岁的人，还在为他卖命，再怎么厉害，都敌不过战印这些年轻一代。他不是神仙，就像费哥一样，费哥不厉害吗？当年也被他派出去的杀手追杀的差点没命，就是没死也身受重伤。费哥说了，他这几十年来都承受着伤痛病痛的折磨，若不是救他的人有神医，想来费哥是不可能活到现在的。凤月还是不愿相信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了，他再次打电话给老杜，电话通了，但是老杜没有接听。电话响了很久，老杜都没有接听。停了之后，他再次打过去，依旧如此。凤月的心如同从高处坠入万丈深渊一样，寒意、绝望从他脚底窜起，传至四脚，透心的凉。完了，是真的完了。他未能杀死他们任何一个人，自己也挑不掉，更是折了他的助理。看着跪地叩头求着他放弃抵抗的女儿，再看向守着郑华等着急救车过来的3个儿子，凤月笑着眼里有泪。真正为他好的是女儿，他对不起姐姐，对不起妹妹，愧对他们。面对女儿，他这个当妈的也无言以对。阿晴，你起来！凤月叫喊着，叫女儿起来，不要再叩头了，扣伤了额头，她这个当妈的会心疼。妈是错了，但妈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头，妈做过的错事已经无法弥补。凤月对女儿说道：阿晴，以后好好的过好你自己的日子就行，其他人找你做什么都不用管。妈跟你说过的话你要记住，方瑶，我跟你说过的话，你向我承诺过的话，希望你也能记住。阿晴，我就托付给你了，好好对她。凤月知道自己没有回头路，但她也不愿意面对一切，不愿意进去坐牢，她宁愿死也不愿意坐牢，不想面对被大家指责辱骂。她当家主这几十年来排除异己，也剥夺了很多族人的福利，将权力集中在家主的手里，得罪了太多的人。族里的人明面上对他恭敬，背地里恨不得他去死。他不怕得罪人，连养大他的姐姐他都能害死，他怕什么得罪人？只是他做了那么多得罪人的事，换来了今天权力基本上都抓在家主手里的结果，最后却便宜了长姐的后代。他不甘心呀，不甘心又能如何？这一切本就是他抢来的，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抢来了，总有一天也会失去。凤月举着手枪对着下面的人，他的手枪里一共也就5发子弹，已经被他打掉了3发，还有2发。见凤月的手枪又对着下面的人了，警察大声叫喊着，大家退后再退后。得亏凤家大宅的院子足够大，退到最边去，距离主屋能有好几百米远。凤月的枪是以前那种老式的，射程不远，只要大家退得足够远，他就射不到大家。加上是夜晚，就算院子里的灯光很亮，还是不如白天的。凤月又是个70岁的老人家了，视力没有年轻人那么好，他就算站在最高处朝底下的人开枪，都不一定能打中人。凤月也知道自己手里枪的弱点，自身的弱点就是视力不好，距离远了，他看他们的五官都看不清楚。仅余下的2发子弹，他能打到谁？唯有打到他自己。
他看一下被他当成人质的族人，认得对方是个能力不错的年轻女性。这种人留着会威胁到他的女儿，杀了吧？哦，不对，现在这情形，阿晴未必能上位。留着这些厉害的族人，给海玲添堵。海玲以前只有职场经验，后来嫁人生子，与社会脱节了几年，离婚后重新开始，做的又是早餐小生意。后来开了一家餐厅，涉及到的依旧很单一，也就是来了江城，成立了一家新公司，才算真正的涉足商场。他经商的经验远不及凤晴。凤晴当初进入凤氏集团，多少人都不服他，明里暗里给他使绊子。若是海玲上位，呵呵，他想收服众人，坐稳家主之位，难呀。这样想着，凤月推开了人质，人质已经被他劈晕，被他这样一推，跌倒在地上，碰到地面。人质感到了痛意，醒了过来。醒来，看到拿着枪的凤月，他吓得急速地往后退。凤月手枪瞄准他，家主不要开枪，不要开枪，我不想死，家主。那个女人翻身跪在地上，向凤月叩头，祈求凤月饶了他。他多无辜呀，反应不够快，就落到家主的手里，成了人质。滚！凤月也就是吓吓他的，打定主意要将这些有本事的人留下来给海玲添堵，他不会再对人质开枪。那个人质愣了一下，不敢相信凤月真的会放过他。在他印象中，家主是个很刁钻的老太婆，难缠得很，也很无情，心狠手辣的。是真的放过了他吗？不想走是吧？那就陪着我一起下地狱吧。说着，凤月做事要开枪，吓得那个女人爬起来，没命的往楼下跑去。凤月哈哈的笑，怂货。院子里的众人在看到凤月背对他们了，警察以及凤晴等人趁机往屋里冲去，在楼梯上遇到了跌跌撞撞的跑下来的人质。我妈呢？凤晴一把抓住那个女人，着急地问着。那个女人抖着声音说道，家主还在楼顶。凤晴放开了她，赶紧跑上楼顶去。警察们个个都握着枪跟着凤晴一起跑上楼顶。方瑶和战印、程玲玲等拳脚功夫厉害的都跟着进屋上楼，不会拳脚功夫的年纪大的，虽说跟着进屋上楼，却不敢像他们那样跑出去，怕凤月朝他们开枪。急救车过来，已经抬走了被打了一枪，因失血过多而晕倒的郑华、郑一帆兄弟3个都跟着去了医院，也是借着这个机会逃离现场。他们真的被吓到了，后悔当初没有听老父亲的话，早早回郑家的老宅去。要是听了父亲的话，他们也不用面对这样的局面。凤晴刚冲到楼顶，就看到母亲举着手枪对准了他自己的脑袋。妈，不要！凤晴尖声叫喊着，他就要冲过去，却只听到一声枪声响，接着便看到他母亲的身子慢慢的软倒。妈！凤晴抢上前去，只来得及扶住母亲软倒的身子，母亲手里的那把枪掉落在地面上。妈！妈！凤晴扶着母亲哭喊着。凤月睁着眼看着女儿，想说什么却说不出话来了。她似乎看到了姐姐和妹妹，姐姐一脸严肃地看着她，妹妹也是很生气的样子。他们当然生气了，因为是她害死了他们。姐，对不起。凤月虚弱地叫了一声姐，说了声对不起，眼睛就慢慢地闭上，嘴角却泛着点笑。她解脱了，可以亲自去向姐姐和妹妹道歉。她错了，不该为了权与势害死姐姐和妹妹。父母早亡，长姐如母，含辛茹苦将她和妹妹抚养长大，她却心肠歹毒地害死了姐姐和妹妹。她是杀人凶手，她是凤氏家族的罪人，因为她除了害死姐妹，还害死了很多族人。只要知道一点真相的人都被她灭了口。
他相信死人才能保守秘密，以为再也没有人能指证他。谁知道几十年后的今天，他做过的错事一一被指证，他变无可变，也不想再变了。女儿问过他，害死了最亲的人，难道他就一点都不后悔的吗？回啊，他有过悔意的，多少个午夜梦回，他梦见了姐姐妹妹都是哭醒的，但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他做都做了，再后悔又有什么用？他只想守住自己牺牲了太多换来的一切。今晚他没有守住他杀了那么多人换来的一切，不属于他的终究是不属于他呀。凤月的手一下子垂落，妈妈，凤琴哭喊着，她搂抱着母亲还热着的身体，泪水不停地滑落，哭喊都换不回了母亲的性命。母亲已死谢罪了，在死前还叫了一声姐。母亲知道她错的了，她知道对不起她的姐姐。若是时光能够倒流，想来母亲不会再走上这条不归路的。听到枪声响，里面的人都涌了出来，看到凤月宁愿自杀也不想落入法网。众人全都沉默，一时间没有人说话。方瑶帮着凤晴扶住凤月，他没有安慰凤晴，让她哭出心里的痛，发泄发泄，她才能好过点。刚开着车赶回到凤家大宅的杜先生，他下了车，带着自己的手下冲进了大宅里。跑着跑着就听到了凤晴的哭喊声，他忽然顿住脚步，他的人也跟着停下来。家主走了，我的责任也了。杜先生低喃着，他跪下朝主屋的方向叩了3个响头，然后起身转身往外走。他的手下不明所以也跟着他走。出了大宅，杜先生却自己上了车，不让他们再跟随着。然后杜先生开着车走了。夜色深了，最黑暗的时刻过去，便迎来了光明。新的一天开始，江城的热搜被凤家家主自杀的新闻霸占了热搜榜1，还有不少报道他以前害死姐姐和妹妹的，更有他是嫉妒姐姐爱上姐姐的助理费老先生，因为爱而不得，从而对姐姐下手，全城热议。凤氏所有族人都能接到亲朋好友的电话问询，凤氏集团也不得安宁。凤晴在工作群里发了放假1周的通知，让各位高层管理通知下去，全公司都放假。他需要为母办后事，人死债消。随着凤月的死，商太太等人不会对凤晴怎么样。中了1枪的郑华被送到医院后，倒是抢救回来，并没有死。他清醒过来，收到老妻的死讯后，并没有意想中的开心，哪怕他心里恨极了凤月。可是几十年的夫妻，还育有4个孩子，他对凤月其实有过感情的，只是凤月太强势，他受了几十年，实在受不了才会出轨，导致夫妻关系差到了极致。他一下子就苍老了10几岁似的，不停地掉泪，整个人呆呆的。母亲死了，郑一帆兄弟3个知道事情终于结束，安排人在医院守着父亲，他们回家去，与凤晴一起料理着母亲的后事。从管城过来的人，除了商太太夫妻俩，还有战印和商无痕，海玲以及程玲玲还留在江城，其他人都回去了。他们特意跑这一趟，一是给费先生当人证，二是让凤月以为他的计划天衣无缝，大家都上当，能将对手一锅端了。当然他们过来也帮了不少忙，若没有他们过来，杜先生准备的那些汽油、战印他们很难换成水，也很难发现杜先生新的藏枪支点，警察就不会突然过来，推动了剧情的快速发展。凤月的后事办得很冷清，组里的人几乎没有人过来。商太太他们对于凤月来说虽说是晚辈，但凤月是害死商太太父母的仇人，仇人死了，他怎么可能去拜祭？故而商太太一行人也没有过来。江城的那些豪门大族
过去与凤月有点交情的，有些人来了，有些人急切地划清界限，怎么可能登门拜祭？凤晴也不敢奢望有多少人过来拜祭母亲，她只是尽到一个儿女的责任，提前回了振华老宅的2位少奶奶，也带着儿女们回到凤家大宅，就连跟郑一帆闹着离婚的大少奶奶，也带着儿女回来给凤月上支香。不管凤月犯了多大的错，于他们来说，凤月都是他们的母亲、奶奶。在凤月下葬后的第2天，凤晴收到了杜先生的死讯，他是趁夜摸到了凤家的私人墓园，在凤月的坟前自杀的。从他来到凤月身边开始，他的一生就注定了，生为凤月服务一生，死是凤月的鬼，这是他们的使命。杜先生不属于凤家的人，他死后，凤晴将他葬到了江城的义公墓处，没有埋入凤家墓园旁边的那处墓园。凤晴觉得杜先生为母亲做了太多的坏事，不想将杜先生葬到隔壁的墓园去，免得恶心到列祖列宗的家人们。乔家老宅的客厅里，只有商太太这些上了点年纪的在屋里待着，战印和商无痕这2位大总裁早就躲到屋外去，一人占了一处凉亭，给各自的老婆大人打电话，煲着电话粥。战浩宇在乔氏集团的总裁办公室里，陪着他的未婚妻乔涵大小姐。海玲回了公司，这几天没有怎么处理公事，需要他处理的事情堆积的太多，他得抓紧处理完毕，然后放年假回管城过年去。儿子和妹妹还在风尘山庄，他可能会和战印一起直接坐着飞机飞往 A 市，接上儿子和妹妹，再回管城过年。忙了1年，也就过年那几天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。凤家的事等年后再说吧，年后他会特别忙，到时候彤彤生娃，他这个娘家人肯定要守在分娩室外面的，就得提前将重要的事情处理好，那样才有时间守着妹妹生娃。不过此刻的海玲坐在总经理办公室里，并不是在办公，而是和儿子视频。洋洋刚陪着小伙伴抄了1个小时的药名，抄得他累死了。刚开始抄的时候，他的字体还能端正一点，虽说字体粗大，刚学写字吗，他的字体是又粗又大。抄着抄着抄累了，他写的字就是东倒西歪的，不成样子，而且更加的粗大，一页纸都抄不了几个字就被他霍完。龙婷就比他耐心多了，可能是抄的次数多了，龙婷的字体还能保持着端正。洋洋是陪着龙婷抄了1个小时，但他真正没有抄到多少。抄完后就赶紧找小姨借手机，打视频电话给妈妈，拿着自己刚开始抄写的，能看得出他写了什么字的纸张给海玲看。妈妈，你看我抄写的字好看吗？海玲夸赞着，不错，你刚学写字就能写成这样子，很不错了。姐，他是没有拿他后面写的那些给你看，压根儿就看不出写的是什么字，反正我是认不出来，东倒西歪的，每个字都被他拆分了。海彤在一旁故意说道。洋洋的小脸当即就涨得通红，一扭身就伸手去捂海彤的嘴巴。小姨，你别说话，我和妈妈说话呢。海彤笑，好好好，我不说话，你和妈妈聊。海玲在电话里笑道，能写成这样子很不错了。她学写字的时间并不长，年纪还小，定性不足，能坐着写上1个小时就值得夸奖。洋洋很开心，他也觉得自己值得夸奖的。想到小伙伴写的，洋洋又不笑了，说道，妈妈，龙婷写的还是比我好。龙婷学写字比你早，她又经常抄书，会比你好是正常的，你不用着急，慢慢来，总有一天也能像龙婷那样写得很好的。被妈妈一安慰，洋洋又笑了。他乐天派，遇到不开心的事，很快就会抛之脑后，继续开开心心的。
不管是妈妈还是小姨都跟他说过，他这个年纪开心最重要，学习的事不着急，慢慢来，也叫他不要和龙婷比。龙婷的老师与众不同，过于优秀，不是一般人能比的。况且龙婷很多时候也是被逼的，因为他背负着血海深仇，相对来说他比龙婷幸运很多，所以不必比，开开心心度过童年。相较于普通的同龄孩子，他比很多人都要优秀呢。所以洋洋哪怕知道自己有些方面不如龙婷，也从来不自卑，依旧自信得很，人也开朗活泼，是个乐天派。他的世界充满了爱。妈妈，我不跟龙婷比，我又不学医，跟着抄医书是我陪他，免得他一个人太无聊。两个人是好朋友吗？小姨说他跟着抄书，对他也是有利无害的。这个世界上，对他最好的人就是妈妈和小姨。洋洋对小姨说的话，那是100%的信任。既然小姨都说对他是有利无害的，他抄一抄嘛，也能练练字。等到过了年，开学后回到幼儿园里，他就能写得一手好字，把他的那些富二代、富三代同学比下去。不用比。这2天玩得开心吗？海玲温和地问着儿子。洋洋答道：开心，每天都很开心，开心到我都不想回家了。小姨说我是乐什么族呀？乐不思蜀。对，就是乐不思蜀。小姨跟他解释过这个词的意思。洋洋似懂非懂的。妈妈，你什么时候放假回来？洋洋又问着，我还是很想妈妈的。快了，下周吧，下周末妈妈就回去了。海玲也就忙完这1个星期，下周回去。陆东明天天都念着他，盼着他回管城，想抢在民政局放年假之前领证结婚。他说他还要当众向他求婚，在领证结婚，总之别人有的环节，他也有，不会委屈他。海玲不在乎那些，只要2个人真心相爱，他真心待他好就行。当然了，陆东明如此重视，要给他那么多仪式感。海玲嘴上说不用，心里还是甜甜的。她总觉得自己在嫁属于2婚，真没必要太隆重。但陆东明是初婚，他说他一辈子就结1次婚，不想委屈了老婆，也不想委屈自己，定要将婚礼办得热热闹闹的，让周红林和周家人都后悔去吧。以为海玲离了周红林就嫁不出去了，陆东明就要用盛大的婚礼去打周红林的面，告诉周红林以及周家人，海玲离了周红林只会过得更好，嫁得更好。海玲知道陆东明是为他我面子，周红林早就后悔了，后悔没有用，没有回头路。他海玲不是那种愿意吃回头草的人，周红林也是心知肚明，故而悔得肠子变青了，也没有真正和海玲说过一句想复婚的话。为了不让周家人来纠缠海玲，周红林甚至都没有和叶佳妮离婚，不管叶佳妮要坐多少年的牢，他都说会等她出来。周红林还没有恢复单身，周母和周红英母女俩哪怕很想帮着周红林追回海玲，也只能放弃。这真的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呀。不过海玲若是和周红林没有离婚，夫妻俩感情一直很好的话，可能也不会有海彤闪婚战印的事。夫妻俩不闹，海彤不会为了让姐姐安心，就不会答应老太太与她的长孙闪婚，也就不会有后来的那些事。只能说是冥冥之中天注定吧。